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一瓶酱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6个月前，我发酵了一瓶辣椒酱，还没有等到吃的时候，就突发奇想，把做酱油的种曲倒了进去一起发酵。没想到找到它的时候，味道竟然如此鲜美。今天就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。第一步要制曲，跟上次不同，除了黄豆以外，我又添加了蚕豆和藜麦。藜麦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可能会发酵出更加丰富的味道。3种食材我一共用了600克。制曲的方法在制作酱油的2期节目中完整的提到过，但是我不知道用这3种食材会不会出现问题，只能一探究竟。先把黄豆、蚕豆和藜麦浸泡12个小时左右，主要是干蚕豆不太容易泡开，蚕豆要在泡好了以后扒皮，煮熟后的蚕豆再扒皮会扒到你怀疑人生的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扒蚕豆皮的时候，在它胚芽的位置比较好扒。植物为了顺利的在泥土中扎根发芽，胚芽的部分一般都是最脆弱的部分。然后开始蒸熟，这时候突然意识到，这3种原材料在一起浸泡，在一起蒸，会不会藜麦已经熟了，黄豆和蚕豆还很硬呢？或者黄豆和蚕豆熟了，但是藜麦已经蒸过的情况呢？最后有可能会导致制曲的失败。但是已经没有办法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，只能让蚕豆和黄豆熟。45分钟以后，黄豆和蚕豆虽然熟了，可是藜麦已经有些发黏，还是拿出来继续摊凉。温度降到40度以下，继续下面的步骤。600克的原料用60克的面粉，再往面粉里加入2克的米曲霉，搅拌均匀。把搅拌好的豆子放在发酵盒里，厚度大约2-3厘米，千万不要太厚，否则温度升高的时候会让你手忙脚乱，无法控制温度，有可能会造成烧曲的现象。制曲失败就无法继续下面的步骤。再往里面放一个温度计，随时监控温度，然后放在20到28度的地方发酵。接下来要发酵一瓶辣酱，把所有使用的工具要进行消毒。然后准备食材，我用到了红尖椒、小米辣、西红柿、苹果、姜、蒜、盐、糖、五香粉，其实就是之前发酵辣椒酱那期节目的制作方法。把所有的食材切成小块，放进料理机里打碎，打得越碎，口感就会越细腻。然后把打好的果泥倒进瓶子，再把5克糖、20克盐和5克的五香粉倒进瓶子里，搅拌均匀，盖好瓶口进行发酵。这个过程是乳酸发酵。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要不要放乳酸菌种的问题，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，先要了解乳酸菌的特性。乳酸菌是在自然界分布最广泛的微生物，它可谓是无处不在，空气里、蔬菜中、肠胃里等等地方都有它的身影，只是我们无法看到它，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酸奶的配料表里经常能看到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、嗜热链球菌、植物乳杆菌、双歧杆菌等等，都属于乳酸菌属。发酵的乳制品、肉制品、蔬菜水果制品都会用到乳酸菌。使用不同的乳酸菌发酵食物，也会产生不同的风味和不同的营养物质。前提是你要非常了解每一种乳酸菌的特性。乳酸菌还会对一些腐败菌和低温细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，所以我在发酵水果蔬菜的时候，通常不会加入任何菌种，只要对使用的器具做好消毒处理，利用某种植物里的乳酸菌，再加一些糖，就可以顺利的启动发酵，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。除非有特殊需求的时候，会加入一些特定的菌种，也就是说，加入菌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酵的成功率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菌种的话，又害怕发酵失败，也可以买一些活性的酸奶、活性的乳酸菌饮料、风味很好的泡菜水或者老面肥等等，利用里面成熟的菌群来发酵食物，也会非常安全。如果你是为了某一种乳酸菌独特的保健功能，那就可以肆意的添加了。当种曲发酵18个小时左右，已经长出白色的菌丝，这说明米曲霉正处在一个空气、温度和湿度比较适宜的环境中。
之前蒸得很黏的藜麦湿度很大，但是看来并没有影响发酵的过程。这时候的温度会明显的升高，白色的菌丝会把豆子连接在一起，结成一整块。也许是因为湿度大的原因，温度变化得非常快。之前用黄豆制曲的时候，温度升高的并没有这么快。要在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翻曲，制曲的最高温度不要超过40度，温度过高会让菌种失去活性。白色菌丝出现的时候，也进入发酵的关键时期，温度会升高的很快，隔几个小时就要看一下温度，温度上升很快就要打开盖子降温，或者让发酵盒分开，都会起到降温的作用。24小时左右，会有一部分的菌丝变成嫩绿色，这也是米曲霉最强壮的时期，温度会变化得很快。这个时候要再次进行翻曲，以起到降温的目的。36小时左右，全部的豆子都会长满黄绿色的菌丝，发酵也基本完成，可以打开盖子，在阴凉的地方晾干。成熟的种曲有一股清香的味道，会很轻。制曲的时间大概需要5天左右。5天后的辣椒酱正处于发酵最旺盛的阶段，这时把晾干的种曲跟辣椒酱混合在一起，再次进行发酵。一定要搅拌均匀。混合后的第一个阶段要进行有氧发酵，盖上一块棉布，防止蚊虫和脏东西进入。放在温度高的地方，或者放在有太阳的地方晒，让米曲霉继续发挥作用。每天搅拌3次左右，大概10天后会闻到浓郁的酱香味儿，颜色也会越来越深。这时要盖上盖子，失去氧气后，米曲霉也随之失去活力，开始进行乳酸发酵。乳酸发酵的时候，隔几天搅拌一次就可以。1个月以后，你会品尝到酱香味儿、果香味儿和带有微微酸甜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酱。我也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名字，就暂时叫它杂豆酱吧。这是我找到这瓶酱打开后的样子，里面已经吸出了一些酱油，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酱油的味道，根本无法形容，非常的香醇。我打算继续让它回归到原味，明年的今天再来享用它。发酵是用时间烹饪的艺术，它能给人类的味觉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。小伙伴们赶紧抄作业吧，这期的作业有点难，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来问我。